7月23号上午，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签署宣言。北京宣言的签署对于巴勒斯坦自身，对于延宕当中的巴以冲突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吗？牛先生，从7月5号开始的新一轮巴以之间的临时停火谈判，临时停火谈判的基本框架是分3阶段执行，其中最关键的是第2阶段。第2阶段是以色列要结束战争，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要在加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政权。你要在加沙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政权，必须得到巴勒斯坦内部最大的2个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同意。现在加沙临时停火谈判，它的时间窗口是很短的，估计也就几周。所以这一次北京会谈，不管是从实际上还是意义上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北京宣言的这个签订呢，不在于说它实现了别人都做不到的某一件事，更重要的是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一个矛盾之后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可以很好的消除地区国家的这种原有的不安定的感觉，对于这个整个地区的和平的缔造是非常有意义的。巴勒斯坦各派此前也曾经进行过和解的尝试，但是都无果而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14个派别在北京签署北京宣言和此前的这种和解努力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李先生怎么看？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希望促进这个巴勒斯坦内部和解。那么中国这个之所以能够斡旋，这个事情呢，还要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再早一些的背景，就是中国这个成功的促进了沙特跟伊朗这个和解之后呢，这也对整个地区有很大的触动。再说呢，经过这个8个多月的冲突以后，这个哈马斯也越认识到，靠他孤军去只通过武装斗争可能也不行，所以他们首先是有这个认知，有这个愿望，所以在中国在做这样的工作顺理成章，顺势而为。比如去年我们促成沙特和伊朗复交，这个事情就只有中国可以做，因为美国跟欧洲跟伊朗的关系很差，他没有办法斡旋。那么这一次我们在中国北京让巴勒斯坦14个派别内部达成了内部和解的共识，这个美国和欧洲也做不到，因为美国和欧洲都把那个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斡旋。所以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中国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次在北京的会谈跟目前正在进行的在多哈、开罗进行的会谈，有美国和埃及这些会谈，它是相辅相成的，它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对立的。我们也知道，即使是签署了宣言，它的落实也不是一蹴而就，3步走的路线图当中更是存在着不少艰难险阻。接下来我们又将如何继续来加以推动呢？舒女士。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巴勒斯坦的各个派系之间，虽然他们达成了要这个统一、要建国这样的一个共识，但是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和解协议，要保证它后续能够落实，我们要持续给它一定的这个助力去推动它。那还有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还要做的呢，就是这次的和解协议是在巴勒斯坦内部的，它并不是说是跟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和解。那一个和解的统一的巴勒斯坦其实是不符合以色列现在的利益的，那肯定也会很容易受到以色列的阻挠。再加上巴勒斯坦内部的派系呢，有很多跟地区的其他国家都有一定的利益联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其他国家的立场，还有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可能也会影响到巴勒斯坦内部个别派系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这个行为。所以说，这个和解进程如何在推进过程中防范外界的干涉，如何取得更大范围上的这个共识的这个最大公约数，这个是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事情。变局总是会孕育新局，我们可以成为调解人，为全球定分指征提供中国智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把握分寸，很好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牛先生，中国确实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上升，我们的国家利益也在拓展，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来参与国际事务，来保护中国的利益，为国际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那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是国际力量，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任何的倡议一定要顾全这个绝大部分国家的利益，就是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第三点呢，我们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可持续的、可落实的这个方案，这个并为此提供一些后续的一些保障。我们中国也认识到自己有了成功调节的经验，有了成功调节的这个案例，那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呢，去维护好自己能够有多方合作的这样的一种外交资本，然后维护好现有的斡旋成功的这些案例，继续推进他们的这个落实和实施。以色列目前呢也是多线作战，南线加沙之战呢还没有结束，北边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呢也是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而也门胡塞武装呢，现在也打得到以色列的本土了。以色列是不是也已经陷入了某种安全困境呢？以色列确实是陷入了安全上的一种困境，它的原因就是，实际上它跟美国过去20年在中东地区安全上的困境，它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就是尽管你拥有很强大的实力，但是你确实解决不了胡塞武装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你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战争，就是美以可以任何时候想空袭、想打胡塞武装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解决胡塞武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的出动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去也门地面上作战。这个美国现在是绝对不会干的，美国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了，那么以色列更不可能去干。所以你不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你就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你解决不了，那胡塞就随时可以对你进行袭击。还有一种呢，现在打不需要太多的高精尖。其实胡塞武装这次主要的并不是一两枚导弹，因为导弹是比较出乎意料的，这更多的是无人机。那很容易得到的，很简单的。他当年去打沙特的时候，把这个皮卡车装了无人机闪箭，开到这个边境，然后组装起来就这么近的就发过去了。关键是这个美国跟包括以色列跟这个胡塞的这个还不是整个巴以冲突的一个重点，这是比较重要，就是大家都没有投入真正的一个关注当中去。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当中也说啊，这次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800公里的袭击，提醒敌人没有以色列的长臂无法触及的地方。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内塔尼亚胡的这句话其实是说给伊朗听的。李先生怎么看？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说给美国听的，或者是说给这个特朗普听，也有可能特朗普也上来，因为以色列的这个中东战略中，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要把伊朗说成一个威胁，因为一旦把伊朗作为一个最大的威胁的时候，矛盾焦点都会转移到伊朗身上，这样他就可以，这个就压力小很多。那么，毕竟在特朗普时期，恰恰是在这个伊朗问题上，以色列跟美国是配合的最好的，共同拉起一个联盟啊，共同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很得意，特朗普还为此给了以色列很多好处，因为矛头转到伊朗去了。所以这次这样说法呢，就是说有可能说给美国听什么，如果你不去帮助以色列渡过难关，以色列可能进一步挑动这个同伊朗的关系，再去把最后把美国拉下场。巴以冲突到现在呢都没有停火，美国方面多次放风说马上要停了，马上要停了，结果呢都是空话。美国呢一直都在调停巴以冲突，但是冲突的外溢却在不断的扩大。美国到底是无心还是无力？舒女士，他有心，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甚至连自己的这个小弟啊，以色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得住。之前我还看到有人说，这个美国一直纵容自己的小弟，就给自己纵容出来一个爹。那确实是有的时候，美国呢在这个美以关系上也会出现这种骑虎难下的这样一个局面。再加上呢，现在这个地区很多国家的自主性在不断的增加，他们自己对于自己发展也更加的关注，所以美国整体的影响力呢，它是在衰退的。那再加上美国虽然说一直要调节，但是他做的这个调节的椅子呢，这个
位置就没有坐正，他每次都在拉偏架。所以我们看到，从特朗普上台之前，其实巴以冲突虽然是有频繁的这种小规模的这种地区震荡的情况，但是呢，大规模的冲突不太多。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积极的要调节，那么这个矛盾呢就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多。所以这个不是在调节矛盾，这个简直是在火上浇油。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没有办法真正实现作为这个巴以调解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当地时间7月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完成了他此次访美行程中的最后一项重要任务，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随后发布的声明中，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选民在11月选举他担任总统，他将尽一切努力为中东带来和平。此前，内塔尼亚胡分别与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进行了会晤。这2场会晤中，美方在重申对以色列安全承诺的同时，均表达了希望以方在加沙停火问题上有必要弥合剩余分歧，尽快敲定协议的立场。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行表明他正在对美国大选两面下注。按照美媒的说法，对于此次与特朗普的会面，内塔尼亚胡可谓精心准备。在2人坐下来会谈之前，内塔尼亚胡还当着记者的面递给特朗普一张装裱好的相框，声称照片上的孩子就是在加沙冲突中被哈马斯所绑架的。特朗普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会面中，特朗普声称与内塔尼亚胡交情深厚，还批评副总统哈里斯有关加沙冲突的讲话很失礼。媒体认为，特朗普在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支持的同时，借机攻击哈里斯，是在释放自己对于中东问题更有发言权的信号。尽管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多张与特朗普会面的照片，尽显关系亲密，不过还是被外界质疑表演痕迹过重。美媒指，2人一度密切的关系在2020年拜登赢得大选，内塔尼亚胡第一时间表示祝贺后就急转直下，特朗普按下分歧不提，但一句我对以色列非常好，比任何一位总统都好，也被视为是对内塔尼亚胡的敲打，要他更听话。也有分析指，特朗普一改会面前的冷脸，还是为了寻求犹太利益集团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内塔尼亚胡另一方面也希望与现任拜登政府维持关系，继续获得支持，但效果似乎并不好。对于25号与内塔尼亚胡的会面，《纽约时报》如此形容：在正式会晤前的闲谈中，2人面对镜头都在使用礼貌用词，尽量流露出愉快表情。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时间点很微妙，一方面呢是加沙冲突延宕，以色列国内压力巨大；另外一方面呢是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后，美国大选2党的竞争更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是内塔尼亚胡自己的政治算计，就内塔尼亚胡这次能去美国是很不容易的。共和党邀请他，刚开始时候民主党不想邀请他，后来是在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之下，民主党也同意邀请他了。一直到他去美国前几天，拜登才决定说可以在白宫见他。所以他这一次去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他要在以色列国内树立一个形象，说我现在对加沙的政策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我内塔尼亚胡我作为一个总理，我现在也得到了美国的认可。第二个目的就是内塔尼亚胡说的，他去美国时候是带着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加沙临时停火谈判的最新的方案，他要去寻求美国的支持。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国现在正在进行总统大选的，已经现在进入预热阶段了。所以内塔尼亚胡这次见了拜登，见了哈里斯，见了特朗普，就是把现任的总统，未来有可能成为总统的2个候选人都见了，就是为了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在做铺垫。那么虽然拜登已经是跛脚鸭了，但是他毕竟还是美国总统，他毕竟还有权命令送或者不送炸弹，没有了竞选连任的压力，他也丢掉了包袱，他有没有可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推动以色列停火呢？舒女士，
我觉得从拜登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希望去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推动以色列停火的。那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态度已经非常的强硬了，也会点名的去批评内塔尼亚胡。但是内塔尼亚胡的选择却是硬杠，直接再去批评拜登。因为内塔尼亚胡现在，我觉得他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就是采取这种拖字诀。当内塔尼亚胡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政治生涯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我觉得即便拜登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推，那内塔尼亚胡也很难去接受。据报道呢，哈里斯在和内塔尼亚胡见面的时候，语气是更为严厉。接下来呢，哈里斯会主导美国的中东政策吗？他会给内塔尼亚胡施加更大的压力吗？之前哈里斯其实就已经表态过，说不会对加沙人民的这种苦难无视的。这本身它就是一种施压性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美以关系它有它的这一种特殊性，因为以色列呢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和抓手，所以不管美国的这个选情怎么变，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呢都不会变。它的这个变化呢，不是变在美国是不是支持以色列，而只是会变在是在多大程度上去支持以色列。那么有一种支持呢，可能是说我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宁可对抗这个国内外压力也要去支持。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我这个自己可能性的范围内去支持呢，就尽量不影响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是尤其是不影响美国的国际声望的这种情况下去支持。那么哈里斯呢，可能更倾向于后者。外界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希望特朗普能够重返白宫。李先生怎么分析特朗普对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的态度？通过这个过去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一些做法，我们已经都普遍的认为他是一个很现实的、很务实的一个商人，他是讲利益的。那么当时大家感觉是亲以色列的，这个时候他的目标是拉起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组成一个反对伊朗的联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向这个一些阿拉伯国家大量的出售军火啊，那时候好多沙特啊，这个包括科威特这么小的国家，他都要求买美国武器。我也是看到有一个视频，他拿这个展示表，上面有飞机大炮的，他就直接跟他们说你这个好那个好，要他去买。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某种程度来说，以色列对特朗普上来是一个负资产，很多烂摊子他要去收拾，他不愿意，为了这他没什么好处了，因为现在你看，伊朗跟沙特这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和解了，你要再去拉这个恐怕也比较困难了。